最近有点馋肉松小贝，肉妈念叨的，总害怕外面的肉松是纸壳做的，就干脆自己在家做了。在家做嘛，肉松肯定得给够啊！我煮了一大锅肉，都给炒出来，正好留着这两天喝粥吃。这肉煮熟了，先给它捶打一番，让它等会儿老实配合。但如果它不吃罚酒的话，咱们就快速启动 Plan B， 我们可以给它吃敬酒啊，就不忙的情况下可以先给它磕一个。后来撕肉丝儿可要了命了，纯人类反祖啊！那天不都看直播了吗？我们最开始有说有笑的，后来逐渐变得暴躁，最后终于变态了。没有手指甲吗？撕的贼费劲，镊子是最好使的，但就后遗症不太好治。等这回隔离结束，我仨高低得出去做个美甲去，谁也拦不住。这10小时太痛苦了，我们就一直在里边撕，猫就一直趴门口看呢。这感觉特别像围城，里边的人拼命想出去，外面的猫拼命想进来。最后一共是撕了这么多肉丝，这是天亮时候撕的，那薄如蝉翼，细如发丝；这是天黑之后撕的，反正也能说得过去。这是变态之后撕的，这会儿已经崩溃了，就寻思赶紧毁灭吧。后来炒肉松的时候，场面非常混乱，从凌晨2点炒到早上7点，就一直站那扒了。只有炒过肉松的人才知道我们这一宿过得到底有多变态。我们本来以为肉松晚上就能炒完正好吃螺蛳粉，但目前来看，这个系列可能要更名为我的早餐。不过这一箱肉松看着可太过瘾了，给小贝先多抹点芋泥，完给蘸满蛋黄酱扔里轱辘去。这埋肉松里根本找不着小贝的感觉，太爽了。完我们寻思，反正这一顿是丁不让吃，就再快乐点得了。又做了炸鸡和奥尔良烤鸡腿，我吃完饭都恍惚了。我们头一天上午10点见的面，吃上这顿饭正好是第二天上午10点。就因为怕外面肉不好，完24小时没合眼。我寻思这不大吗？那肉不好不吃得了呗，遭这罪干啥呀？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、5个、6个，今天怒买6个肘子，在家做肘子罐头，还买了个罐头封口机。这200多斤，他俩从驿站扛回来，进屋就迷糊了，这体力还是不行。过2天就把石磨拉回来，再给他俩溜溜，然后调一个卤料。大锅菜吧，就不太好掌握量，就闭眼睛放吧，生死有命，咸淡在天。完这些骨头拿院里给野狗错峰过年了，就这一大锅肘子给我炖直迷糊。我一度以为今天是我家杀猪办席呢。完我同学问我说，一下炖这么多肘子，你是不是特别快乐？这话问的就跟他没长牙似的，我快乐吗？我他妈快死了。完熬点猪油，这到罐头里，等吃的时候可香了。猪油熬得多也做罐头了，等哪天手刺挠了再想扒螃蟹，留着炒蟹黄，靠出来油嗦了实在太香。等不了过年包饺了，咱们撒点椒盐，然后撒点白糖，然后撒点白糖，最后撒点白糖。这糖吃有点费油了。肘子呢，咱们给它切块分装，要确保每一罐都有大块的肘子皮，然后倒上汤给它入味儿，等油凝固了就可以封罐了。然后交给罐头封口了，这个封口机实在是太好用了，全程用不上驴参与一点。完我让驴大帮把标签写了，但看起来他还没有准备好期末重文。然后这些罐头呢还要高温蒸煮一下，消毒杀菌，据说整好了那保质期能比我命还长。就这大肘子罐头，半夜饿了稍微给它加热一下，完再拌点晚上剩的米饭，不要命的再来一勺猪油。哎呦我谁看谁不迷糊呀，这一排一排的，你们以为只是我给我奶做的罐头吗？非也，这是我未来1个月熬夜的底气呀。大娘，方便面要不要？这里边有2个是我自己做的肘子罐头啊。没事没事，拜拜。我最近特别馋这种纯肉的烤肠，正好最近猪肉贼便宜，完疫情我们也不用上班，今天怒买50斤，一次在家多做点。做肉肠实在太考验耐心了，先得把肉切了，绞肉馅，那瘦肉可以随便绞，但肥肉还得绞成泥。你说他妈肥肉多招人恨。完了就按比例往里放调料，做了2个味儿的黑胡椒猪肉和玉米猪肉。这配方你们就别学了，因为会的越多越遭罪。你信我话，买现成的吃就行。要怕有添加剂就买便宜的，便宜的它就放不起添加剂了。然后就开始折磨人了，要想少放淀粉还紧实，就得生给它搅上劲儿。这里没有技巧，全是体力。刘大脑的脸憋通红，怒搅50分钟，就为了晚上多吃点肠。结果晚上他妈给打电话让他回家吃饭，说不回就骂娘。这脚狗嘚没吃着，找个代驾回去了。完我们就开始灌肠、扎眼、系线。这肠因为都是肉末，所以灌的就很通畅，画面会引起极度舒适，建议赶紧艾特你的姐妹来看一下啊。这些肠需要先用电风扇伺候3、4个小时，然后煮肠可遭大罪了，家里所有锅都用了，还煮了3番，这活比我那些前女友都磨人，只能码1层，多了不行，完得全程小火90度煮1小时，还得盯着加气泡，跟打地鼠似的。最要命的是我在厨房盯的都要死了，我发现外面有个偷我肠。
这些肠一共煮了4个半小时，正常还应该再晾3小时，晾的越干烤的越脆。但我们实在是熬不动了，擦不就给做疯了。关键是有个老大夫跟我说过，1点多不睡最伤肾，但事已至此也没办法了，就做点腰花浇头吃的腰子面。后来我一算得做了400根肠，我就发朋友圈纪念一下。那会儿都2点了，我有个哥们看着这个给我来个电话。他说：“哥们儿，你要遇整啥难事你就说，使点钱啥的不犯毛病。”他说：“我看你整那个肠连个商标都没有，这要给你抓着得胖好几年呢，可别扯那没用的了。”我前2天看了个纪录片，说随着时代的发展，现在潮汕都很少有人做手打牛肉丸了。我看完之后就很感慨，所以我也买俩锤子打算家试试。主要我看纪录片里的师傅砸的都挺轻松的，但干上之后发现并不简单。这俩锤子加起来6斤重，听起来好像没那么沉，但抡起来绝对坚持不了5分钟。我有一台砸了3分半，手就不能回弯了，然后还开始不自觉的抽抽。问题这肉越砸越碎，根本砸不成肉泥的状态。我们分别在4个地方买的肉，砸了10个小时，但做出来的丸子都是这种一摸就碎的。后来我查了一下，这就是因为牛走得太早了。牛肉一旦宰杀超过6小时，它自己就会出水，这我就很尴尬了。难不成我还得拎着棒子上草原上追着牛跑吗？而且即便我去了，那画面应该也是牛追着我拎俩棒槌跑啊。后来我决定先改造一下设备，找了个家具厂买了根木头，把它改造成最适合我们发力的高度。然后我打探到了在100多公里之外的村子有一家专门卖现杀的牛肉的，我们连夜就干过去。真的，我从来都没见过这么新鲜的牛肉，它在刚分割下来的时候甚至还会跳动。拿到这样的牛肉，我们1秒都没耽搁，火速就回家开砸了。这个肉砸起来就非常顺利了，半个小时就能砸成肉泥，而且一点也不崩，还特别粘手。就这么一比啊，我们昨天砸那12个小时纯他妈冤种。这回终于要见亮了，这回买了30斤牛肉，我们5个小时就砸完了。用这次牛肉做出来的丸子真的非常的弹，掰开一个感受一下这种筋道，这才是真正的手打牛肉丸，而且它真的可以当乒乓球打。然后还调了锅骨汤，但熬了4个小时都没变色。后来我到底还是选择了科技改变生活。晚上吃饭的时候，我们所有人小臂往下都是麻的，甚至在后面的2天上厕所擦纸都得靠人帮忙。然后做的比较多，就给邻居们也分了一些，特意跟他们强调了我们这是淀粉含量只有2%的牛肉丸。后来邻居说了一句话，我当时眼泪差点没掉下来。他说这几天我们趴庄都看见了，你们这牛肉丸一点科技都不用啊，全靠老嫂的狠活啊。我最近疯狂迷上了手撕牛肉干，尤其是看电视剧的时候，要不嚼2块感觉浑身不得劲儿。单边买的还怕猪肉或者鸭肉做的，所以我苦心研究了一个配方，然后订了4个牛腿，打算自己在家做的。这个牛肉干呀，吃着是真好吃，但做起来是真麻烦。光切肉我们就干了1天，那切完之后感觉右边半拉身子都是麻的。这4个牛腿正好切出来200斤瘦肉，我现在特别好奇它最后会成多少牛肉干。然后这些肉在抓完料之后，最好放到一个浅一点的容器里腌制，但能装这么多肉的容器实在不好买，所以我在家里找了一圈之后，我把浴缸拆了。用浴缸腌肉属于是既合理又实用，我们甚至还给它改成那个双拼缸，然后腌了1宿之后，这肉就可以烘干了。但以家里这烘干机的速度来说，除非买100台，要不最快也得正月15才能吃着。后来看最近天不错，就决定风干了，正好可以用蒙古包的架子晾肉。但是这一下子就陡增了一个非常大的工作量，就是串肉。我们还没从切肉的局麻中缓过来呢，这一下直接要干成全麻了。我后来都累得有点分不清白天黑夜了，就我明明记着我们是中午开始干的这活，但后来干到最后一待的时候，外面天都亮了。这些肉我们一共风干了7天，等它干得像个树枝似的，就可以拿回家蒸熟了。为了蒸这些牛肉干，我把全家的锅都给掏出来了。然后这牛肉干蒸完就已经非常非常香了。据说正宗的草原做法要用牛粪子烘烤一下，会让它有独特的香味。但我们这个牛这2天可能消化不太好，它下的玩意儿实在太鲜亮了，根本用不了。我一点不扒瞎，我俩要把这玩意儿搬家去啊，我们全小区房价起码都得跌2000。后来我放弃了这个尝试，买了点果木炭改成炭烤了。这牛肉干往炉上一放，那香味挠一下就上来了，然后趁热撕开了一块，这牛肉丝状态看着可太满足了。而且风干牛肉干是越嚼越香，它真的比我之前用油炸烤箱做的要好吃很多。等都烤完了之后，我还上秤量了一下，一共是70斤的牛肉干，我是41斤买的牛肉，算下来这个牛肉干的成本是114块钱1斤。然后我们把所有的牛肉干都塑封处理了，我估计等我吃完这些牛肉干呀，我这腮帮子会成为我全身上下肌肉含量最高的地方。